众所周知，黑人选手在田径项目上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几乎称霸了整个田径界。但自从刘翔的横空现世，让中国田径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但在田径中有一项非常特别的项目，那就是3000米障碍赛。19世纪在英国兴起，最初在野外进行，跨越的障碍是树枝、河沟，各障碍间的距离也长短不一。19世纪中叶开始在跑道上进行。1900年第2届奥运会首次设立障碍跑，分为2500米和4000米两个项目。从1904年第3届奥运会起，将障碍跑的距离确定为3000米，并沿用至今。而女子障碍跑开展很晚，国际田联1997年才开始推广。2008年奥运会将首次列入奥运会女子3000米障碍赛，全程必须跨越35次障碍，其中包括7次水池。障碍架高91.1至91.7厘米，宽3.96米，重80至100公斤。400米的跑道可摆放5个障碍架，各障碍架的间距为80米。运动员可跨越障碍架，也可踏上障碍架再跳下，或用手撑越。国际田联直到1954年才开始承认其世界纪录。在女子300米障碍赛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在之中表现突出的简直就是少之又少。唯一一位独自一人闯奥运会的，也就只有甘肃选手张欣燕了。张欣燕成名较早，是我国参加里约奥运会中长跑场地项目比赛的仅有2名运动员之一。张欣燕早在2015年就已经达标国际健将，是我国在中长距离项目上极具竞争力的运动员。张欣燕的成长与很多东非运动员非常接近，那就是因为上学缘故，从小就练就了良好的基础耐力，这为他将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相比于其他中长跑项目，3000米障碍却不被大众所熟知。这个项目全程需要跨越35次障碍，其中包括7次水池。在跑3000米的过程中，还有跨越很多个障碍物，这体现了对运动员的不同要求。在2019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3000米障碍赛上，张欣燕连同2位劲敌许双双和白丽同场竞技。比赛起初选手们还能挤在一起跟跑，但途中要跨越35个栏架、7个水池，这让他的主要对手们逐渐退出争冠集团。更多的时间，张欣燕是孤独前行，但这种状态不利于领跑者创造更好的成绩。在最后一圈，张欣燕拼尽全力冲刺，最终以9分48秒57的成绩夺冠。刚才我们可以看到最后一圈需要跑到1分左右，余量不大啊，他必须要冲起来。他是到了最后一圈时候刚开始冲了一下，但是一看看这个速度，我们感觉还有点稍稍有点欠。两个最后一个水池还有2个栏架，9分26。看看这个水河出来以后，还剩下最后100米，有点困难了。但是真是瞄着9分40去拼的。对。最后一圈呢，也是想再冲一下，再提升一个速度，可能有点勉为其难。哎，他身后的对手开始加速了，但是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这个呢，卡尔纳就是先说张欣燕获得了女子3000米的冠军啊，就是她最后一圈的时候，运动员她对速度感悟非常敏感。对，她冲了一个弯道之后，再一看时间，她就知道大概9分40可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她可能就有一点放松，哎，或者我保住这个冠军。但是你这一瞬间啊，你是给身后的对手提供了一个再次超越你的机会。咸鱼期待着翻身，蛟龙期待着升空。2017上海国际半程马拉松女子半程马拉松比赛上，98年出生的许双双以1小时19分的成绩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女子大众组冠军。2006年还在读小学4年级的开始从事中长跑业余训练。由于许双双训练一直很刻苦，进体校后练了不到1年，800米成绩就达到了国家2级运动员的标准。2011年，许双双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就夺得全国越野锦标赛女子4公里冠军，全国少年田径赛女子800米和1500米2项冠军。2018年赛季曾20余次夺得女子800米、1500米全国冠军的赵静退役，许双双开始担起女子中长跑一姐重任，接连在全国田径锦标赛、全国田径冠军赛、全国田径大奖赛上夺得女子1500米、3000米障碍赛、5000米冠军。出发之后呢，现在大家的节奏看看前头。女子5000米的这个奥运会的达标线是15分10秒，这个水平是非常高了。然后现在呢，就世界水平应该有32人达标了。当然，我们现在也没有人能够
进入到这个世界排名奥运资格区，就接近这个大标区，它有一个排名，可能没有进入前100名，这也确实很现实的一个情况，而是确实需要努力啊，因为女子中长跑也是中国田径一直以来的这个传统的，我们有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前2圈呢，我觉得速度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啊，不是像一些大赛当中去竞争，要前面压的速度很慢，前2圈的速度还是不错，但这一圈呢有点降速。现在经常见面，经常在一块比，那个感觉是一种感觉。几个月，超过半年以上的时间，都连个面都没见着，互相都不摸底儿，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上去这一比，所以说大家比的都特别拘谨。对，不单是这种直接在赛道上进行对抗的这个竞赛项目，看看这个下了弯道什么样了。许双双往前超，而且前2个人呢是把第3位的位置呢是等于是卡在了后面。最后的决胜，许双双的速度还是占优的。对，刚才我们说了，许双双的这1500的专项能力保证他的后程优势。然后王文斐呢现在是排到了第2，许双双16分18秒06，就获得了5000米的冠军，王文斐是获得了第2，然后张德顺获得了第3。但是今天张德顺这个跑，2019年是许双双最辉煌的一年，不仅入选了世界锦标赛，而且还在多哈田径亚锦赛女子3000米障碍决赛中跑出9分51秒76的成绩，成功超越多名选手获得亚军。同年3月30日，许双双在美国斯坦福田径亚锦赛女子5000米比赛中以15分36秒48的成绩夺得亚军，创造中国女子5000米近5年最好成绩。如今23岁的许双双正处在运动生涯巅峰时刻，5000米和3000的障碍赛上，许双双都能稳定的跑出很好的成绩夺冠。这3000米障碍赛是运动员在跑动中跨越一定数量障碍物的田径竞赛项目，全程必须跨越35次障碍，其中包括7次水池。障碍架高91.1至91.7厘米，宽3.96米，重80至100公斤。400米的跑道可摆放5个障碍架，各障碍架的间距为80米。障碍物包括水池和障碍架。运动员可跨越障碍架，也可踏上障碍架再跳下，或用手撑越，起跨后用摆动腿踏上障碍栏架，屈膝降低身体重心，使身体重心移过支点的瞬间，迅速蹬离障碍栏架，用另一腿着地继续向前跑进。但是这样做的话，速度较慢，容易被后面的选手超越。这样的障碍赛比赛也是非常考验选手对于体能的正确运用。如果按照110米跨栏的方法来跑这3000障碍赛的话，就必须要有充足的体能，因为跨栏法越过障碍快，但技术较复杂，体力消耗大，难掌握。在这项目中，国内就有2名顶尖选手，他们就是张欣燕与许双双，他们2个接连在全国大赛上夺冠。واصبحت هذا المركز الاول والثاني بحريني من خلال ويلفريد يافي وايضا تيكست ميكونن، بينما هناك اصرار من قبل العداء السريلانكيه ايراني للدخول ضمن المجموعه الاولى والبدايه من الميداليات. اذا ويلفريد يافي الان يقود هذا السباق بالايقاع الذي ارادت أن تفرضه على البقية، وأصبح الآن الإيقاع يتسع 100 متر الأخيرة الآن لفتين على خط الأقرب البطلة السريلانكية نيناني التي تحاول أن تنتزع ميدالية فضية من البطلة تيكس ميكونن المعروفة بسرعتها النهائية. ويلفريد يافي في المقدمة على بعد 500 متر على نهاية هذا السباق. ويلفريد يافي صاحبة اللقب الآسيوي خلال النسخة الماضية وواحدة من العداءات المميزة كثير لويلفريد يافي، الذهبية واضح لويلفريد يافي قبل آخر 100 متر ودخول الخط المستقيم. ويلفريد يافي هل تتمكن من كسر الرقم القياسي لدورة أو بطولة آسيا؟ إذا على بعد حوالي 20 ثانية
اذا ويلفريد يافي الان تقترب من خط الوصول اخر الحواجز. ويلفريد يافي تسجيل للمركز الاول والميداليه الذهبيه، لكن اعتقد بعيده جدا بعيده جدا عن الرقم القياسي لبطوله اسيا. اذا الرقم القياسي يبقى في حوزه لاليتا باربار الهنديه ب9 دقائق 34 ثانيه و13 جزء من الثانيه. المركز الثاني كان فيه التتويج والميداليه الفضيه للصينيه جوانغ اكسيو التي كانت سريعه جدا في ال400 متر الاخيره. بين البرونز عاد لتيكس نيكونين من البحرين. اذا امامنا على الصوره ويلفريد يافي。谈论起国内短跑突出人物，那就必须要有苏炳添、韦永丽这两个人。而说起中远距离的传奇人物，那毫无疑问是王军霞。1993年，在世界田径锦标赛上获得10000米金牌，同年在全运会上打破了女子3000米和10000米的世界纪录。之后，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获得女子5000米金牌，成为中国首位获奥运会长跑金牌的运动员，被誉为东方神鹿。王军霞从小清贫的生活显成了她吃苦耐劳的性格，之后更是突飞猛进。1993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7届全运会上，王军霞6天以内3次开启了10000米跑世界纪录，将当时沉寂了多年的女子10000米长跑的世界纪录缩短了41秒96。而1996年可是王军霞的运动生涯巅峰，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5000米决赛中，以14分59秒88的成绩秒杀夺冠。而王军霞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首次参加奥运会的王军霞便改写了世界纪录，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奥运长跑金牌运动员，也是亚洲黄种人第一次在奥运中长跑项目上争球。
shot. 而王军霞有在长跑项目中称王称霸，也归功于了他从小吃苦耐劳、艰苦训练、独有的跑步呼吸节奏。正因如此，才能在国际赛场上呈现出一个奥运经典。